迫不及待沉睡中醒来，故事从这里揭开，感受着呼吸越变越暖，安静到澎湃，奇迹般的力量，想拥抱你的心跳，牵你双手，看世界那么缤纷，等你探索。当生命有了呼唤，期盼未来，换我迫不及待，要在你生命中陪伴。医生好。哎呀，你们咋整的？我的话不听，医生的话也不听啊！你们无法无天呐！哎，咋回事呢？你们？我可不想我大孙子早产。哎呀，大夫的话你都得听，知道不？知道了，妈，这不没出啥事儿吗？整挺好嘛。哎呀，咱们得小点声，这病房隔音不太好，现在很晚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这一激动啊，嗓门就大。哎，大夫，我跟你说声，你老实跟我说呗，我儿媳妇是不是打过几次胎？阿姨，真没有。我儿没少买你们吧？您看您说的，他要是收买整个妇产科的医生，那得花多少钱啊？您放心吧，真没有。呀，我儿傻，我怕他挨骗。没有就行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大夫，我们尽量小点声。哎，对了，我想拜托你们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您说。负责咱们这个病房的吴医生啊，医院要求他在 AKN 的科普号上粉丝尽快突破10万，我想请教一下你们是怎么才能做到？这个简单。上次有个小姐妹跟我连了一次麦，一晚上粉丝涨了有几10万吧。老多了。这样，你让她明天跟我连一次麦。那谢谢了。不客气。客气啥呀？赶紧休息，一会儿我们做个胎心监护啊。谢谢啊。谢谢啊。Hello， 宝宝们好，我是你们的天使娜美。哎呀，昨天直播的时候有人说吴医生很凶，是不是？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，我的医生是一个特别美又专业又负责的好医生。娜美，我可喜欢他了，相信你们也会喜欢他。那吴医生呢，他有一个号，所以今天娜美就要跟吴医生连一个麦，让大家认识一下这位美女医生。好呀好呀，我喜欢他，连麦，欢迎吴医生。刚来的这个吴医生是谁啊？期待。正好昨天没看清他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医生。Hello， 吴医生。中国最美医大家看我生。的吴医生是不是特别美？觉得很美的扣一。啊，没有。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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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中国最美医生。看来大家的眼光都太好了，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啊，厉害！谢谢大家。那个，我是医生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啊，可以问吴医生，特别是那些想要宝宝或者已经有宝宝的宝宝们。对呀，好多模型是干什么的啊？所以到底是剖腹产还是顺产啊？关于顺产好还是剖腹产好，这个情况是因人而异的。在你产检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的情况下，还是建议顺产。天使娜梅那种情况是不是宫颈糜烂造成的？我先跟大家说一下，大家讲话呢不要这么恶毒。天使娜梅的情况是先天性的宫颈短，所以宝宝要在妈妈的肚子里面长大之后。吴医生，你是不是替他遮掩什么啊？对啊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是医生，我只是客观的去阐述事实。宝宝们，
我们的吴医生啊，可是第一次连麦哦，大家还是要不要吓他好吗？算了，太无聊了，走了。真没意思，真没意思。我还不想看你们呢。你看我们的吴医生是不是特别有个性？太有个性了，真的是。娜美，你再这样我也取消你的关注了。哎，这样，拜托各位多多关注吴医生好不好？你们想想看，谁家没有要生小孩的时候，都会有啊。认识这么一个医生多好啊！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请教他，说不定有时候还可以救人命呢，是不是？我们就关注啊！接着奏乐。我跳舞就关注。跳舞。那行，我看看，如果我跳舞就关注的，给我扣2。哇哦，好多2啊！行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这么多人都愿意关注吴医生，谢谢。Music 响起，开始跳舞了，终于跳起来了。孕妇的舞姿与众不同。谁说孕妇不能跳舞了？好看，真好看！不愧是梅梅，太喜欢你了。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吧，好吗？我们明天见。再见，拜拜。哎，别动！哪了，雪儿？啊？咋了？啊？我好像流血了。啊？没事吧，雪儿？大夫，吴大夫，大夫，吴大夫，大夫，吴大夫，吴大夫，大夫，吴大夫，大夫。这身体底子就是不一样。唯一的遗憾就是个早产儿，才1500克。我要早知道那些网友这么恶毒，我还让你连什么麦呀？我是自愿的，自己太大意了。你看这宝宝多可爱！我有儿子了，我有儿子了。媳妇儿，我爱你，可希望我能让他们知道咱俩的关系，要不然我马上知我报喜啊！谢谢大夫，谢谢大夫。妈，您就别唉声叹气了，早产儿聪明啊。再说宝宝很快就从保温箱出来了，没事的。哎妈呀，你还能笑得出来呀？缺心眼儿啊！让你们听大夫的，你们可倒好，忽悠大夫跟你们一起直播。我好好的大孙子，还就这么丁点儿，跟小猫似的，这以后身体准不好。妈，咱家这基因能受吗？放心吧啊。妈，你看那个孩子还没起小名呢，要不你给起一个？是啊，妈，您起个小名吧。小名啊？啊。那就早早呗，早产好几周，让他牢牢记住你们这不靠谱的爹娘。早早好听啊！好听，好听，粉丝肯定会喜欢的，是不是？妈呀，粉丝还粉条子呢，你理他们干啥玩意儿啊？啊，今天就别播了。你别怕没钱，你妈有钱，我养你们俩和大孙子。不是妈，这是我的工作，我不能说不播就不播呀。再说了，还有很多粉丝都还关心着我，我得去给他们报喜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报啥喜呀？我们生的孙子还给他们汇报啊？妈，是这么回事儿，他这团队就靠他一个人吃饭呢。他要是从那个第1位上掉下来，
赔老多钱了。这不是俺俩的工作吗？不，再播出什么事儿来，我看你俩咋整。妈，妈，哎，嘿，哎，媳妇儿，咱妈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她也是心疼你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知道。哎，就是我觉得自己确实挺糟糕的，孩子还没有养足月，这些黑粉就上来说这些乱七八糟的、讨厌的话。咱妈这么好脾气的人都生我的气了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就算当了首席主播，那有什么意思啊？媳妇儿，咱得这么看啊，你得相信你大部分粉丝里边还都是关心你的呀，你搭理黑粉干啥呀？你是不是又看到有人黑我了？没有啊。手机给我。给你啥呀？哎呀，就是那些乱码七糟的公众号，有啥可看的呀？我看看。你别当回事儿啊，这不就为了黑而黑吗？别看了，乱码七糟的营销号有啥可看？我要调整我自己，拿出个好状态，加油，加油！起来，我来。开始。Hello， 宝宝们，下午好。怎么了？找医生还是找护士啊？都不找，我就是睡不着，出来走走。哦，我刚忙完，要么你跟我去医生办公室去坐会儿去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走走，一会儿就回来。那你别走太远了，假如找不到你该担心了。我确实才不让人省心呢。你就是那个网红。你好，我是天使娜梅。啊，对不起啊，直接叫网红不太合适啊。合适，没有什么不合适的，我本来就是网红。我看了你直播，我觉得生长安不适合接受那么多负面信息。我没事，如果没有粉丝的话，我什么也不是。能够给他们带来快乐是我的职责。如果他们因为我感到不开心、不快乐，那就是我的问题了。是我让他们失望了。你为什么当网红啊？我，因为考大学的时候没有考好吧，让父母失望了。到后来大学毕业之后，他们也觉得我的工作不好，天天说我不争气，我就好像从来没有见他们笑过。但是到后来，我发现我在网上给大家讲笑话、跳舞啊，能够给很多人带来快乐，我就开始直播了。那你父母开心吗？他们说我丢人现眼，在网上跳舞要人打赏，跟舞厅里的小姐没什么区别，所以不理我了。你是不是很怕别人不开心？怕，因为能够给别人带来快乐是我的价值。如果我不能给别人带来快乐，那不就跟之前考不上大学的那个失败者没有什么区别？那我的价值，我不就没价值了吗？这么难过的事情，哭一下吗？好像已经哭不出来了。你要睡不着，我陪你聊会儿天吧。那反正我现在也残疾了，也不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找我。你这为什么残疾？这个说来话就长了。
起来啦，吃早餐啦。你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吗？我又困又饿，我做梦还梦见肉包子呢。瞧瞧，好香啊！这哪家包的铺这么好吃啊？我包的。你还有这手艺啊？你有这手艺，你当什么医生啊？你在医院门口支一早餐摊，没过几年你就能在北京买上房，你信吗？我在医学院读了那么多年书，就为了在医院门口支个早餐摊啊？那有什么呀？你挂一牌子，叫医学博士包子，再加一机器，直接直播，没多长时间你能成为网红了。我可以给你当经纪人啊！噎着了，来。还有豆浆呢，谢谢啊。你跟网红聊完了？你注意点他有产后抑郁症的迹象。哟，因为抑郁症立了功，现在见谁都像抑郁症了。产后抑郁症本来就有15%到30%，这并不罕见。可我看着不像啊，他干了那么多年直播了，那网上说什么难听话都有，他都是笑着去面对的。还有，我上网查了一下。据说这个就是他粉丝多的原因，因为网友觉得他特别的乐观，特别的正能量。不生气不代表不在意。你听没听说过微笑抑郁症？有些人心里明明不开心，但是他由于工作的需要、面子的需要、礼节的需要、尊严和责任的需要，大多数情况都会面带微笑。但是，这种微笑并不是发自内心的，反而是一种负担，久而久之就会累积成情绪抑郁。是吗？这么深啊？哎，别听他瞎说，他又不是精神科的。你要这么喜欢抑郁症，不如去精神科实习啊，反正你也不用懂真正的临床。我建议还是跟娜梅的家属谈一谈，提醒他们注意点。她婆婆看见我就黑着脸，非说我跟她连麦害了她儿媳妇早产。你再让我跟她谈产后抑郁去，我也没证据啊。谁觉得人家有病，谁就去呗。李俊香，你好歹也是个主治医生兼住院总，你这么说话合适吗？那不能，我媳妇能抑郁吗？你是不知道她心里多强大，多坚强。女性产后抑郁不是坚强不坚强的问题，那是有生理原因的。女人怀孕的时候，激素水平会飙升，会让心情保持愉悦。生完孩子之后呢，体内的激素水平又会断崖式的下降，就像坐过山车一样，一下从最高点到最低点。就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激素水平的变化，如果是男人，根本就受不了这种落差，可能直接就自杀了。这么玄乎啊？你做过手术吗？我割过阑尾。你就想啊，如果你刚割完阑尾，然后就拖着一个还没痊愈的病体，马上要进入一个24小时随叫随到，而且还完全没有经验的工作里，那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呢，有那么一点点的问题，就稍微有哪一点没注意，所有的亲人甚至外人都来指责你，而且这个工作还没有任何收入和前途，你会开心吗？我指定不开心呢，我不干了，我辞职呗。可是做妈妈是不能辞职的。就我刚才说的这些，如果换作是男人，我相信没有一条能够忍受。但是，当被冠以母亲这个伟大的名义，就要求女人笑着接受。有数据表明10个产妇里就有1个会得上产后抑郁症，有1半会有产后抑郁的情绪。娜梅的情况更特殊，她的工作要求她必须给人带来快乐，她的内心就得掩盖在笑容之下。除了身体，还有周边人的影响，就那些网友的言论，以她现在的情绪状态，很难消化。所以，请你们一定要注意观察。昨晚她整夜都没睡。如果她这种失眠状态一直持续下去，就要寻求专业的医生帮助了。我懂了。
大夫，咱加个微信呗。我要是发现他有啥不对的，我就好问你，看咋照顾他，咋好呗。谢谢你。哎呀妈，你谢我干啥？我得谢谢你。谢谢你相信我，我也相信有你这样的一个好老公，他肯定可以平稳度过的。宝宝，宝宝，真漂亮。是不是啊？我们最好看了，对不对？啦啦，哇，小宝宝，我的小宝贝，可爱呀。媳妇儿，宝宝这2天长不小啊。是啊，长大了。大夫说了，能吃能睡的，早产一点影响都没有，啊，放心吧。是的呢，我们健健康康的长大啦。那媳妇儿，你说今天还直播呀？播呀，播呀！前2天身体那么不好都播了。既然我们的小宝宝健健康康从能安修房出来，那肯定得播呀，对不对？是吧，小宝宝？播一个。行，让他们看看宝宝健健康康的，也没有那么多质疑了啊。是吧？那就播。健健康康的长大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又来啦。今天我带来一个新朋友跟大家见面，当当，我们的小宝宝来啦。今天我们健健康康的回到病房喽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，来 ，Hello， 小手手呢？来，小手打个招呼。他手好小啊。是的，你说他手那么小，发育不好吧？早产儿肯定不健康的，而且长得也不是很好看。亲爱的们，你们说我就好了，说我没有关系，但是不要说小小宝好吗？毕竟他才刚刚来到这美丽的世界，第一次跟大家见面，大家口下留情好不好？拜托了。OK， 这个灯光对孩子好吗？谢谢啦。孩子好黄啊！天使娜梅是不是整不容啊？觉得挺可爱的。对呀，刚出生的小宝宝就是这样的。你看他抱孩子那姿势，就不是个当妈的。孩子真可怜。你有妈教吗？你咋说话呢？你不丑，躲在电脑后面就在那埋汰人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们全家都丑。我儿媳妇啊，天下最漂亮。我孙子天下最可爱。哎呦，我儿媳妇把你们宠的，给你们哄得开心了，开心了就不会说人话了。就你们这德行，你妈怎么从小不管管你啊？威武！我们666666666。早就看那几个喷子不顺眼了。彪子，过来！婆婆，你还缺儿子？过来！婆婆大人好。看见没？看见没有？这是我儿。我儿媳妇天生大美女，能看上我儿子，这是俺们家烧了高香了，我们高兴都来不及呢。他们2口子为啥不能承认是2口子啊？就是怕那丢什么掉什么粉儿。这些不讲理的粉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脱了就脱了呗，掉了就掉了呗，赶紧给我滚！我给你们嘚瑟的还埋汰人，哼！有本事你们出来啊！我给你们俩大耳刮子，叫你们知道什么叫现实社会。哎，各位啊，我媳妇这儿呢一直宠粉，这坐月子也没敢断直播吧。但是她现在刚当妈，激素水平她不稳定，容易产后抑郁。你们看她天天跟你们笑模劲儿的，但是她心里闹挺，她也没法跟你们说呀。媳妇儿、孩子、家，是我大彪子这辈子最重要的东西。就算我们没粉丝，哎，1个粉丝都没有，我大不了我再回去开出租车呗，那还能咋的？哎呀，别给他们好脸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这帮人呢就会欺软怕硬，就会欺负刚生小孩的女人，欺负网上够不着的人。真认识他敢说1个字吗？一个山了吧唧的山炮！我告诉你啊，我送你们2字：滚犊子！妈，这是啥字儿？行了，收工。
住，而且我把你那个直播搅黄了，我这一生气我没忍住。你去安全吧。谢谢妈。谢谢妈。刁婆婆，您现在可出了大名了，都上新闻啦，好多人都在报道你呢。天使腊梅婆婆怒斥网络暴力，说您说的特别好。真的呀？嗯。哎，刘大夫，我老感谢你了。谢我？那天你跟我们讲产后抑郁症，我听了我才知道，我当年的就是产后抑郁症。哎呀，我生了彪子以后，我们那7大姑8大姨的呼啦呼啦到我家来，就嫌我给她穿多了，要穿少了的啊，奶少了说我，奶多了那还有闲话呢，就是咋的我都不对，整得我呀一天天的不高兴。他爸还嫌我整天没个好脸儿。哎呀，整整1年多呀，我就寻思别人生孩子咋好好的，干啥都行，我咋就啥都不行呢？呀，要是那时候认得你，我就明白是咋回事了，我就不会受那么多罪了。那会儿他也没生出来。刘医生，我也要谢谢你，我现在也在咨询产后抑郁的医生了。说实话，那天要不是你陪我聊了1晚上，我真不知道自己后面会办出什么事儿来。还有，我断更了。我现在情绪还不是很稳定，就不去努力讨好别人了。这就对了。没事，闺女啊，不怕，谁要敢骂你呀，我就骂他。哎呀妈，完了，我妈成我们家最大网红了。哎呦，你妈年轻时候也俊着呢，我那舞跳得老好了。来一个。呀，那会儿要有直播，我们早发财了。哎呀，你愣着干啥呢？东西呢？哎呀妈，忘了。哇，给我的。人心仁德，送给你。刘医生，你现在粉丝多少了？有1万了。1万，等我恢复直播，咱俩再连麦啊。哦，不行，我现在呀，那内容啊，还不是那么的好。我争取下次你跟我连麦的时候，我不给你丢人。那就这么说定了啊。我祝你粉丝早日突破10万。谢谢。那我们先走了。恭喜！谢谢。再见。拜拜。慢走啊，拜拜。念白，我要为我的无知向你道歉。你那不是无知，你那是缺心眼儿。开玩笑，其实很多人都不把产后抑郁当回事儿，包括很多男人吧。我知道你从来都不会说别人不好，但是这一次呢，谢谢你提醒我了，以后我肯定会多去关注产后抑郁这件事情的。谢谢你，我去忙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想我了吗？但今天我可能会让大家有点失望。今天我讲的内容可能没那么搞笑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围产期抑郁症。男人跟女人之间的不同非常奇妙。男孩小的时候都不爱带女孩玩，觉得她们柔弱、爱哭、怕脏，还喜欢打小报告。女人是弱的。男人是强的，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，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，对吧？第一次看到女孩子做指甲的时候哎呀，那简直就是个瓷娃娃。这么小小的一片指甲，先要仔细的把倒刺剪了，再磨死皮，再一层一层的涂上各种护甲、护肤、护所有的液体，再涂上各种颜色，直到我到了妇产科才发现。就是这么连小小的倒刺都不能容忍的女孩子，常常要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直接进行侧切。你们知道什么叫侧切吗？
不知道。就是在孩子不太容易出来的时候，用一把大剪子，咔嚓咔嚓，在女人的身体上剪出一条大口子来，让孩子顺利出来。我劝你们不要查，这是史上10大恐怖视频之一。不听医嘱是要出人命的。那么，一个爱美、怕疼又要面子的女孩子，身体上被剪了一个大口子之后，你们觉得会出现什么情况？是所有人都在关心她、爱护她吗？不是，所有人都觉得，这是做妈妈的必经之路，没什么稀奇的。这个时候，所有人都在关心她的孩子，长得像谁呀？叫什么名字？身体是否健康？而这个女孩子，也是爸爸妈妈疼爱了一辈子的宝贝女儿。而大家总是要求她在一夜之间变成一个不能说疼、不能哭、不能埋怨的母亲。只要她敢说疼、敢哭、敢埋怨，那她就会得到一句“真矫情”。后来我听到一句话叫“为母则刚”，我特别不喜欢这句话。为母则刚，那为父呢？为父只要能回家就行。为什么为母不能做呢？她身材走样了，生产的时候疼得翻天覆地，激素水平变化巨大，情绪低落，这都还是最基础的。如果是难产或者是剖宫产，她的身体还会留下伤口。她的乳房会硬得像石头，她的乳头在喂奶的时候会被孩子咬得鲜血淋漓。她凭什么不可以弱？她刚，只会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她的男人太弱。即便如此，这些明知道会经历这些的伟大女性，还是会选择生下一个或者是几个孩子，选择从弱到刚。而这个时候，男人，请你不要这么弱，请你用包容、用无条件的爱，用你的刚告诉你的妻子，她做的这一切是值得的。哎呀，我做科普直播，要是有他1半的口才就好了，说的太好了。我什么时候才能遇到这么刚的男人跟我一起生活的？你还想生孩子？当然了，当妈妈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。要是有条件的话，我要多生几个。谢谢。杜弟，你在想什么？怎么一直都不说话？我在想，在一个家庭里，一个男人的理解和支持，应该是一个女人幸福的生孩子的基础吧。是呀，这也是组建一个美好家庭的基础。但李金霄不是那种人。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？没有啊。从瑞，李金霄不是一个可以理解和支持女人的人。那是因为之前你的性格太要强了，所以他觉得你不需要理解和支持。是吗？可是他很多对于女性的观点是不会改变的，比如说……哦，对了，我忽然想起来，黄主任教了我好多事情，我都没有做呢。让你先等他吧，我先回去了啊。谢谢，拜拜。他们俩呢？都走了。那我送你回去吧。今天讲的不错。以前讲的不好吗？会抬杠了。你担心我？谁担心你？你呀。我想为像我妈妈一样有产后抑郁症的女性做点实际性的事情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好。还有临床上要教我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在一起好不好？好。
什么？我不管，反正你答应了。不是，我刚刚没注意。作为一名优秀的医生，怎么可以走神呢？这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导致的严重临床后果。你，杜丽，是我刘念白的女朋友了。你说是就是。我不管，反正你答应了，反悔无效。我到了。等会儿，我有个礼物想送给你。给我这个干什么？这是我人生中收到的第一面锦旗，我想把它送给我最爱的人。你不给个 goodbye kiss 吗？不给你就不错了。你不给个 goodbye kiss 吗？你看，现在国内已经逐渐开始重视围产期抑郁，但大多只是孕产妇自我发觉后去看产后抑郁的门诊，属于精神科。但经过我调研发现，能够认识到自己患有产后抑郁并且去看门诊的并不多。首先是因为去看精神科名声不好，患者有病耻感。其次，产后抑郁也不在医保范围，再加上对于抑郁症认识有局限，所以去看病的只是发病中很少的一部分。所以呢？所以我认为应该将围产期抑郁的门诊划归到妇产科，然后在产科加大对孕产妇的科普和量表筛查力度。加大到多大呢？全部。而且要制作一个完善的普检流程，将围产期抑郁的普查作为产检的一部分。做。愿望是好的，操作难度很大。一般像这种检查和治疗啊，都不在医保范围之内。这样的话，就等于让孕妇多花了一笔钱。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对钱还是很敏感，门诊划分难上加难。你总不能调几个精神科的医生来这儿作为妇产科的医生来培养吧？本身就不是一个系统，更难。这个在别的医院，我认为可能是个不太好推动的事情，但是盛季以妇产科见长。做点先锋的事情也是应该的，或者借鉴国外一些医院的模式，让妇产科医生加强关于围产期抑郁的鉴别培训。一旦发现有迹象，就向孕产妇提出让精神科联合会诊的要求。难，万一患者和患者家属说你才是神经病呢？那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？明白。你的精力呢有限，不要老花在这个小事情上。你是世界顶尖基因科学家的驻研，如果你把大部分的精力消耗在这个产后抑郁的诊断上面，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？不觉得这是小事儿，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？如果不能推动孕产妇和家属对于围产期抑郁症的重视，我也没有心思干好别的事儿。好，那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呢，先设计一个流程，把它放在我们产检的选项的一部分，但不是必选项，这是第一步。如果我能拿到新的病房，我们妇产科能宽裕一些的话，我可以考虑和这个精神科的医生去商量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做一个联合门诊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好，谢谢田主任，我马上就去设计这个流程。真是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梦想。这里就是当年我向导师借钱写的收据，那天我确实把学费还给导师了，没想到引起这么大的误会，在这里我一定要向大家澄清一下。这就是所谓我受贿视频的全部内容。我今天特意也把田云山主任请了过来，就是想告诉大家，我的儿子刘念白刚刚回国，作为一个在国外实验室工作的科研人员，现在在盛济医院妇产科做住院医师，程序上也许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田云山主任收下他的目的是不是足够单纯？
也是考虑。哎呀，我知道，对。我师姐给我打饭了，中午剩的剩菜就给你顺便打包了一份。剩菜质量这么高，吃不吃？不吃我扔了。特意给我买的，怎么能扔啊？我吃饭是不是特别帅？哦，我知道你想喂我。要不是看你最近太瘦了，我能打到全吐出来，信不信？信。你别打脸行吗？打屁股去。这是什么？我问精神科的同学要的量表，他听说你要做这个，就跟他们主任汇报了一下。精神科的主任觉得是件好事，就连同一篇还没有完成的论文一起给你了。里面有一些案例，是围产期抑郁、早期干预和晚期干预、产妇恢复情况的对比。这个太棒了，正好给我做的事情提供理论依据。他还说，非常欢迎你成为这篇论文的通讯作者，和他一起完成。这个当然可以。我也可以从妇产科这边收集一些病例，或者根据他的研究方向，说服一些孕产妇进行早期干预，也给他的论文提供更详实的证据。